在变形金刚电影宇宙有这么一个狠角色，他不属于汽车人和霸天虎任何一个阵营，脸部能够伸出一枚巨炮，不仅配合人类残杀各路汽车人，深情机械恐龙把他们当手办，更是让擎天柱胸口猛挨一炮，命悬一线。除了超强战斗力，更是凭借冷峻暗黑的外观给观众们带来深刻影响。今天分享的就是来自 3ZERO DX 系列电影变形金刚4中的角色禁闭。最近也是第一时间就入手了大获长鲜，个人认为这款禁闭绝对是 DLX 系列目前为止做的最好的变形金刚角色了。模型整体拥有着非常恐怖的细节量，三菱在这一次既能将细节尽可能的表达出来，也在观感上拒绝了细节偏肉偏糊等情况，同时保障了身形比例的协调流畅。外露的管线与机械零件搭配装甲表面的磨损与战斗痕迹，确实让我觉得手中的禁闭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。背部外露的机械脊椎又搭配着车窗、格栅、轮胎等跑车元素，小腿使用透明件还原的兰博基尼尾灯成为点睛一笔，整个造型兼具了跑车的流畅与战士的厚重。这款禁闭的身高在24厘米，和同系列擎天柱能够完美搭配。外观虽然优秀，但是玩具表面有不少凸起的结构没有采用软胶件制作，把玩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，不要磕断。另外部分零件结构不是很牢固啊，像我这个肩甲刚装上就很松了。按下头部按钮，直接给禁闭注入灵魂。头部精准复刻了电影中紧凑凌厉的机械骷髅造型，哑光黑与深灰金属涂装辅以细腻旧化自喜，额头标志性疤痕清晰还原。双眼和电影里出入还是非常大的，像是给禁闭做了开眼角手术一样。头部内置磁吸结构，可稳固吸附附带的透明战斗面罩，面罩采用绿纹透明件，边缘做旧处理自然，拆装便捷且贴合度高，一直觉得戴上面罩的禁闭和蜘蛛侠里的秃鹫神似。肩部几处挂载的导弹都拥有独立可动且幅度较大，随便摆两下直接让禁闭就能进入战斗状态。这款玩具最亮眼的是能还原电影中禁闭标志性的粒子狙击炮形态。替换需要把头部、胸甲两侧衣领取下，把这颗结构展开的头替换上去。得插一句的是，这个球形插槽是软胶件，硬怼安装是非常困难的。吹风机吹热以后再安装会轻松很多。装好以后就可以看到头部前端有一个插孔，后道上有一个凸起的桩，把狙击枪分离开，对准插槽安装就行了。另外枪口是有磁控的独立灯组的。在第一次观看电影的时候，就对禁闭的这一狙击形态印象非常深刻。原本紧凑的炉面装甲完全展开融合成巨型长管主炮的夸张造型，完美复刻了设定中禁闭舍弃人形面容，化身远程猎杀兵器的冷酷设定。头部整体结构一体化衔接自然，炮身冷色的金属涂装与本体深色哑光装甲形成色彩呼应，这个造型是这款模型最具辨识度与收藏价值的核心部分。另外一个电影中出现过的标志性武器就是这个火种提取器，替换就是很简单的手臂插拔。电影里救护车就是被禁闭用这个装置取下了火种源而死的，真的意难平啊。一个离子炮，炮口一样有磁控灯组，同样的插拔替换方式。一个挂钩和臂刃，替换方式是把手臂的外甲摘下，直接对准插槽安装就行了。挂钩的末端有一处可动，其他地方都是固定造型。一把匕首，匕首挂钩这些配件都是比较薄的塑料件，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弄断。替换手型就是常规的握持和张开，还有一个指挥手。可动方面，头部能够上抬，低头幅度比较小，左右因为零件干扰幅度不算很大。手臂和大腿关节都比较紧，向上平抬会比较吃力。大臂平转，手弯曲90度，手臂可以360度旋转。胸下方两侧有让位设计，上半身左右可动，向左向右转动。
腰部平转受裙甲影响幅度不算很大，弯腰幅度较大。衣袖有龙虾背防穿帮设计，在活动腿部的时候，最好先将裙甲的几处零件都打开，避免因为活动关节造成干扰。大腿前低，关节很紧，膝关节弯曲，大腿后踢，脚部向上，前脚掌也有可动，脚部左右接地。总的来说，这款竞臂在把玩上不能算太优秀，关节过紧已经是 DLX 的老问题了，零件的互相干涉让把玩体验不是那么的愉快。但优秀的还原度和涂装，加上狙击炮的经典形态，让这款玩具还是可圈可点的。那么以上就是这次的视频全部分享内容了，喜欢的朋友请多多点赞支持，下个视频见了。